起来吧。大祭司，你要找的有缘人就在这个店里。我知道了，你们都退下吧。我此番来就是想借他的基因生个继承人，你们可别吓着。是。今天只要拿下傅清泽，我就能顺利进入傅家，成为龙国首富夫人，然后将傅家在龙国的产业全部转移到外域帝国。月子小姐，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不如喝了这杯酒再说。怎么回事？你给我下了药。傅先生果然聪明，放心，我会让你很快。是他，我的有缘人。他这是中药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老祭司遗命，要我务必参加俗世弟弟的婚礼，替他送上礼物，所以这几天我要下山一趟，圣子就留在族里，交给你们照顾了。大祭司不好了，圣子嚷嚷着要下山找爸爸，我们根本拦不住啊！这个臭小子！圣子，你不能出去！来呀，我要打10个！老妈，都下去吧。跟你说了多少次，灵族不能跟俗世牵扯过多，你不能下山。为什么我不能下山，而小舅舅就能过俗世生活？为什么你要和俗世之人生下我？你根本就是个骗子，这不公平！别的小孩都能有爸爸，就我没有，我只想远远看一眼都不行吗？好了好了，妈妈知道你委屈。这样，这次小舅婚礼，妈妈带你下山，顺便看一眼爸爸。但你要答应妈妈，不能跟他接触。灵族之人跟俗世接触会变得不幸的。好。
就会出现在这个餐厅。儿子，待会儿在这个餐厅出现最帅的男人就是你老爸。你个小乞丐，把我的100万高定弄脏了，你赔得起吗你？你个小土包子，找死是吗？住手！是他。你谁呀？敢管我的事？最帅的男人。你是老爸，老爸，我终于见到你了。过来。我们在山上怎么约定的？全都忘了。万特助说帮我找了个带孩子的女人假结婚，帮我应付外遇的逼婚联姻。看来就是这对母子。虽然打扮怪了点，看着倒是挺淳朴，没什么心眼，还不错。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没想到是这小土包子的爸呀！这个男人的记忆被我抹掉了，他应该认不出我，我得赶紧撇清关系离开这儿。不是的，没说错，就是我。你就是万特助找来跟我假结婚，应付外遇联姻的吧？我对你们母子很满意，只要你同意跟我假结婚，我保证，从今以后绝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欺负。万特助，假结婚？不是我，老妈，我算出老爸有死劫，我们要是不帮他的话，他很快就会死了。我不想爸爸死。当初借他生下小九，终究是我欠他的，也罢，就当了却一桩因果。好，我答应你。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敢欺负我的家人，你完了！你算什么东西啊？也敢跟本少爷叫板？龙川首富傅清泽，这位女士的丈夫以及她儿子的后爸。龙川首富，龙川首富是我王家都不可企及的存在。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怎么可能去找一个山里的土包子来当夫人？真他妈搞笑啊！我看呀，你连给首富擦鞋的资格都没有。我这儿还有500块钱，算是本少爷赏你的，我来照顾照顾你的生意。来，把本少爷的鞋舔干净。你敢打我？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从龙川消失？我倒是想看看是谁从龙川消失。3秒钟之内，我要龙川新贵王家破车。你以为你打个电话装个逼，老子就怕你了？3，才3秒钟之内让我王家从龙川消失？2，你以为演电视剧呢？1。什么？王家覆灭了？首富干的？副总，都愣着干什么呢？说呀！副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原谅我，原谅我。小九，你想怎么处置这个狗东西？既然他们说我们吃不起这些东西，那就请他们吃这些东西吧。谢谢小少爷，谢谢。谢谢。像小狗一样趴在地上吃100盘牛排。啊！不行了，吃不下了。滚！看来不管什么新贵都不如我爸爸厉害。妈妈，你和爸爸结婚吧。你愿意和我协议结婚吗？婚后你不用为任何事情发愁。小九也可以到贵族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我是想帮傅清泽度过生死劫，可万一结婚以后不好离。你放心，我只是需要一个老婆和孩子，帮助我维护在傅家的地位。等我达成所愿，你随时可以离。妈妈，你就帮帮爸爸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傅清泽的生死劫1年之内就能搞定，我和他有接近生子的因果，或许这就是上天的指引吧。好，我答应。耶！
从今天起，我也是父母双全的人啦！好，恭贺副总夫人新婚，恭贺小九少爷父母双全。这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还要去参加我弟弟的婚礼，要不咱们约个时间晚点见？你们就穿成这个样子去啊？不好吗？这可是我们灵族最高规格的祭祀服，一般人还不能穿呢。就是，全灵族也就我和我老妈穿得起。得了吧，你们跟我来。这件 Prada 定制礼服上面镶嵌着1000颗施华洛世奇珍珠。这件香奈儿礼服呢，是由1000名意大利裁缝手工缝制半个月而成的，价值1个亿。这件呢是古董礼服，欧洲王室珍藏，有价无市。这什么审美啊，也太素了吧！你质疑我的审美，那你喜欢哪一件？你自瞧好吧。走走。这就是你的眼光啊！你放着好好的一晚糕点不穿，穿成这个样子，你不怕把脖子给闪了？你懂什么？我们小九戴的可是灵族的圣链，而我头上的凤冠可是我们灵族最高规格的礼仪。是啊，爹地，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几千年的文化，穿这身去舅舅的婚礼，舅舅绝对倍儿有面子。走，儿子，咱们去参加你小舅的婚礼。走走。哎，就这么去参加婚礼的话，要是再拿不出像样的贺礼，肯定会被笑话的。我还有个会过不去，你赶紧去准备贺礼，档次不要低于1个亿，帮夫人把场面撑住了，不要让夫家丢了面子。明白。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没有情节就敢往里闯啊！走走。好久不见啊！来来来，见哪发财啊！干杯！来，干杯！这酒妈妈不错啊。那个是糖吗？什么口味的呀？项目，你是哪来的小野种？谁把你放进来的？我才不是小疯子，我是来参加小舅舅婚礼的。小舅舅，我们老辛家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乞丐亲戚？就是，三叔，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了不少啊。不过你这个看不起人的劲还是不简单。哟，你就是那个疯女人生的赔钱货吧？哎，她不是带着你跟那个野男人跑了吗？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呀？啊，你是知道了你弟要入赘豪门，你回来抱大腿啊？是啊，原来他就是这个赔钱货！你们快看，他还带了个连爹都不知道是谁的小野种！哦，原来就是他呀！你说谁是小野种呢？吵吵嚷嚷干什么呢？小新，是你吧？你还跟小时候一个样，看你平安健康长大，有了爱人，过得也不错。母亲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哪来的疯婆子？滚开！我呀，凤梨，你姐。我姓辛，是上了辛家族谱的辛家人，而你姓凤，连族谱都没上去的一个赔钱货。我和你啊，不是一家人。我妈妈才不是赔钱货，她是灵族最尊贵的女人，还是首富夫人。我们跟你舅舅这辈子也就见这一次，不要因为一时之气破坏婚礼。外婆不想看到这个场面。首富夫人，你还真敢说呀？就你们这副鬼样子，是首富瞎吗？这是母亲精心为你准备的结婚礼物，里面包含了母亲离开这20年来对你的惦念。
你是什么破烂玩意儿都敢拿出来呀？你看清楚了，这儿是龙川豪门钱家的场子，这里随便一个伴手礼都不少于6位数。你拿着一个破石头，好意思来这儿攀亲戚啊？你可真是好大的脸！这是能救你命的东西，母亲临终前算出你有死劫，特意为你准备的，赶紧捡起来带好。那个老疯婆子已经死了呀，怪不得你来这装神弄鬼呢。你整这一出不就是为了想找我要点钱吗？来人，拿钱！哇！这是30万，拿了钱赶紧给我滚！关于龙川集团，什么？凤梨和小姐在宴会上被欺负？这怎么回事啊？这是魔术吗？我没看错吧？这是怎么回事？邪术啊！宝贝别怕，魔术的，她就跟那个早死的疯婆子一样，变魔术，就只不过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神婆而已。哎，你耍这些小把戏，不就是为了要挟我，再多给你点钱吗？啊，再给他拿10万。哇，不能给他！你现在给他钱，他以后天天来怎么办？来人，给我把这2个疯子赶出去！上！没用的东西，滚！我办完龙川的事就会离开，俗世的这些废纸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你现在把神石捡起来带好，我就算完成母亲的遗愿，马上就走。哈，满口遗愿遗愿的，你来这婚礼上就是找晦气的吧？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拿一块死人留下的破石头的，赶紧给我滚啊！你要是耽误了我的好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请起来，出去！你要是再不滚，我就把这块石头碾成粉，跟你妈妈的骨灰一块扬了！这是母亲对你最后的惦记，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不孝子！还有这种长辈，太不孝顺了！死前的遗愿都不愿意做，可成什么人？让我变成一个笑话！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赶紧滚！哎呦，姐，我怎么会不爱咱妈呢？这我就是有自己的苦衷的呀！你看这样，你先走，等一会儿我慢慢给你解释好吗？我不信这是你的心里话，我要听你的真心话。好，那就来说说真心话。从小我就觉得那个神婆呀是个不招人待见的疯婆子，出门在外我就没想过叫她妈。好不容易啊，这个老东西终于失踪的我好过了几年，结果呢她死了，你又回来缠着我了是吧？她是你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应该爱她敬她。爱她敬她？她那爱能值多少钱呀？财富、权力、地位，这个才是我所爱的。那个老东西给不了我。而且他还害我丢人现眼，所以他就该死。还有你，母亲给你的不够多吗？他之所以会疯癫，全都是因为要给你续命，强行使用禁术遭到反噬，导致母亲多年来连续施法把自己的寿命换给你，他也不会早逝。你可真能编呐！给我续命，我从小就身体健康，谁不说我长命百岁啊？我用得着他给我换命吗？你是早产，生下来就咽气了。母亲给你续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然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哎，那个疯婆子要疯要死的那是她的命，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要在这编谎言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认你。对，别想妄图利用新蕾攀附我们豪门，更别妄想骗走我们家1分钱。有请2位宗师。敢叫小喽啰欺负我妈妈？妈妈别担心。天哪！你要干什么？我是你舅啊！龙川首富，别签议合同到。龙川首富傅清泽恭贺新先生、钱小姐新婚，特送来龙凤祥金饰10箱。龙凤祥的黄金，每一件都价值1000万，东西啊！这10箱加起来，堪比钱家的全部财产了呀！另外，傅总还为新先生的新公司
准备了价值1000亿的合同订单，来自富氏的上亿订单。哎呦，发达了！恭贺新总一飞冲天！看到了吧，爸爸说的没错，我注定就是人中之龙，早晚都要翱翔9天的。不像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女人，一辈子就靠着伺候男人生存。新蕾怎么敢这么和夫人说话？一个靠母亲续命、靠媳妇入赘豪门、靠姐姐求得1000亿合同的软饭男，也好意思自称人中之龙？你什么意思啊？万特助，马上收回订单，我倒要看看我这个牛逼的弟弟什么时候能鱼跃龙门，一飞冲天。凤梨，你可真是有够嚣张的呀！人家万特助那可是龙川首富的特助，怎么会听你一个村妇的话啊？遵命，夫人。夫人啊，夫人，不对，一定是这个疯婆子用邪术控制了万特助。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控制住万特助，不要让他伤害了万特助，得罪了富氏。他真的是夫人，副总的愤怒你们承受不起。哎呦，万特助怎么还被控制住呢？快，来人，把这个巫婆给我砸晕！快，我看谁敢动他！怎么回事？副总，是这样的，这个疯婆子眼红您看中了我，于是特意用邪术控制了万特助，收回了聘礼。您看，这就是公然对您的挑衅，公然对富氏的挑衅呢。这种人留着就是祸患，我帮您除了这对母子。你说要除掉谁？爸爸，乖儿子，我宣布一下，我就是小九的父亲，凤梨的丈夫。从现在起，惹他就是惹我。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个疯婆子怎么可能是富氏的总裁夫人啊？怎么回事啊？放开！副总，夫人要收回送给新蕾的礼物，一切都听夫人的安排。是。走。今天所有欺负我妻儿的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知道错了，副总，我们知道错了，饶了你什么所有的呀？副总，你饶了我们吧！封杀新蕾还有钱家，3日之内，我要他们从龙川消失。姐姐，求求你让姐夫饶了我吧！小乔，你最宠我了，你还记得吗？我宠的是那个知善恶、明是非的弟，不是现在这个势力。小外甥，你帮你小舅舅说说好话啊！你想要什么东西啊？你小舅舅跟你小舅妈都给你买。哼，欺负妈妈的人都是坏人，我才不帮你们。最后提醒你一次，你今年有死金，老实点，别作死。刚才那是什么？你到底是谁？差点忘了，我的清除术在看到同一施法者会恢复记忆。我是个魔术师而已。魔术？你就靠魔术养孩子？你们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我带你们住大别墅去。啊，小九，记住，以后在你爸爸面前不能用法术，爸爸会头痛的。我明白，妈妈怕爸爸受刺激恢复记忆，缠着你嘛。妈妈你好渣哦！喂，谁教你的小混蛋？走。哼。哎，那个是扫地机器人，扫地用的。冰天宝贝，把灯打开。什么法术这么厉害？这是科技的力量。小九，想不想看动画片？什么是动画片？要看，要看。来。
妈妈，你快看，这个法器比街上那些人的小黑砖要好看多了啊！厉害厉害！那是整个龙国最新的科技产品，咱家全有。你们俩还有什么想见识的，我都可以满足你们。你们家好是好，但这个风格我不太喜欢。我想弄一点雷击木木雕，还有孔雀羽地毯和驱邪香，还有……等等，孔雀羽我知道是什么，但是这雷击木是雷劈过的木头？这你都没见过，你也太没见识了吧！小九，让你爹开开眼。好嘞。这也行。小九点的是驱邪香，我一进你们家就觉得你家有邪气，多点几支对你有好处。你们山里人邪俗真多。妈妈，快救人！我不懂医术。是过敏？奇怪，正常人怎么会对驱邪香过敏？妈妈，爸爸到底怎么了？没什么大事，把驱邪香吸出来就行了。爸爸妈妈再亲亲，小朋友不可以看。小九不许胡说。亲上了，亲上了！你刚才怎么会吐血啊？小九，给你爸吃圣药。好。不对劲，很不对劲。妈妈，爸爸到底怎么了？情况复杂，我现在也看不出什么毛病，还需要多观察一段时间。先送你爸去休息吧。你爹情况很不对劲，我得守着他。小九，你先去隔壁房间休息吧。我要守着爸爸。妈妈，你也来吧，不然我睡不着。你呀。你怎么在我的床上？对了，我昨天是不是吐血了？他的身体还没查清，还是先别说吧，免得他担心。你那会儿太旺了，所以流血了，血流干净就没事了。是吗？一个魔术师怎么会懂这些？庆泽，今天家宴别忘了啊！你二叔带着你的订婚对象来了。今天下午傅家家宴，关乎我能否继续担任傅家的掌权人，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事成之后，我请你们吃大餐。遵命！哎，这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得好好打扮一下才行啊。那个，我们龙川的审美比较小众，我希望你们可以配合一下我的审美，可以吗？成，入乡随俗嘛。走，走。
天呀，月子小姐真是神来之作呀！只有月子小姐这样多才多艺、端庄优雅的女人，才适合做傅氏的主母、总裁夫人呀。哎，老太太，这藤田月子呀，可是外遇钦点的总裁夫人。如果清泽不愿意娶她，那这傅家的家产只能由我来打理了。傅氏是大哥清泽的父亲打下的江山，傅家家产只能留给他的血脉。我会试着说服清泽。不必了。傅家主母绝不能是外遇的人。我已经有妻子。你说什么？不可能！你单身20多年了，身边连母蚊子都没有，你怎么可能结婚？怎么不可能？这位是我的妻子凤梨，这位是我的儿子凤小九。大家好。这不近女色的傅总，怎么突然连孩子都有了？正常，傅清泽自己就是私生子，所以冒出来一个私生子很正常。都住口！小九才不是私生子，爸爸妈妈是在民政局领证的，是合法的。切。傅夫人不知道是哪家千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不会是什么不明身份的下等人吧？我的身份，你一个没见识的外域人怎么会知道？我听说清泽昨天刚从外面领回来了一个疯婆娘，还有一个小乞丐，说的不会是你们两个吧？哦，天哪，二爷，这疯婆子和小乞丐怎么能成为傅家的主母和继承人呢？这说出去简直不要丢尽傅家的脸面。二叔是从哪儿听说的？我的夫人乃是来自神秘部落最尊贵的女子。与我们平时见的那些名媛相比的话，他们根本不配与之并肩。你们没见过，属实正常。既然是最尊贵的人，那想必夫人一定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才是国画大师，在外域小有名气。想与夫人切磋一番，不知夫人敢与不敢？不知藤田小姐说的国画指的是哪一国？自然是我外域帝国。龙国人给你的脸真是太多了。身为外域，整天偷龙国人的东西，你口中的国画分明是龙国老祖宗传到你们那里去的，竟敢在老祖宗面前班门弄斧。今天就比比看，让他见识见识谁是大小王。艺术不分国界，只有强弱，谁强就是谁的。如果我赢了，我要你跪下，为羞辱外域艺术而道歉。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如果我赢了，你就给我龙国老祖宗跪下磕100个响头，忏悔不该偷我龙国文化，自图两利。哇！这画的好好啊！你看这个，看这个，天哪，这每一幅画都价值千万吧？你看那个画鸟图，栩栩如生，世所罕见，至少得1500万。还有护春山居图，至少5000万。这外域是什么审美啊？不伦不类的，小地方就是小地方。这不是无名大师的作品《元青花》吗？这前不久可是拍卖出了8亿的价格呀！竟然在月子小姐手中有如此多的名家之作，月子小姐赢定了。老妈，这不是你当年随手送给麋鹿画家的涂鸦吗？怎么在他手里还成外域大师的画了？那个大爷经济困难，把画给卖了，阴差阳错跑到外域去了。你没有做任何准备，不可能比过他。我等会儿会说身体不舒服，我们先撤吧。你得相信我，难道夫人是想逃跑？我凤梨从来不当逃兵。那你的画呢？别着急啊，画在这儿呢。小九，好嘞。
他能拿出什么东西？哼，一个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破烂画轴，也想跟我的名家大作相比？艺术可不分高低贵贱，月子小姐狭隘了。艺术不分贵贱，但出身却有高低。你这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破烂画，怎么能和我的名家大作相比？就和人一样，这上不了台面的下等人，就像你一样。千亿集团富家怎么拿出一个这么垃圾的画？就是傅清泽还不退位，让给二叔傅成业。月子小姐，注意自己的措辞。爸爸，你就相信妈妈吧，他们才是土老帽。傅清泽，傅清泽，你怎么了？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们昨天在餐厅相遇，然后闪婚的。你说的是这个吗？不是，是很早之前。我们在哪里？怎么记不起来了？你该不会是曲解香火米还没好，产生幻觉了吧？可能是吧。傅夫人，你不会是害怕了，想让傅总帮你作弊吧？别着急啊，我先喝口水。你看他那样子，吊儿郎当的，活像个山野村妇。真不知道傅总怎么看得上这么低俗的女人。老妈，你准备用哪幅画跟他比呢？就这幅吧。小九审美不错嘛，就他了。审美，这母子俩的非主流审美，真的能行吗？你要不要我帮忙？放心吧，我可以的。开始吧。你看，哇，这也好有太美意境了吧！啊！一堆破烂画轴也想赢我加起来9亿的名画，哼，真是没见识的下等人。月子小姐可是有价值8亿的元青瓷，还有那上亿的花鸟图。就她那个不知道从哪个垃圾桶里捡来的破烂，她怎么跟月子小姐比啊？就是啊，龙国国画讲究意蕴，我倒是觉得夫人的画恢宏大气，别具神韵。傅总说的是呀，夫人的画底蕴浑厚，气势磅礴，与无名大师的神韵颇为相似，应该也是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吧？傅清泽要维护这个村姑，说不准还真能让他翻盘。不行，我得找个权威的大师来评判。你有眼光嘛？这个是我老妈亲手做的。这竟然是夫人所做，不知夫人是师承哪位大师？可是那位无名大师，一个山里出来的村姑，怎么可能和无名大师有关系？想必是傅总为了给夫人撑面子，特地找了枪手模仿无名大师的画法，冒充夫人做的吧？也是，现在名门为了撑场面，什么事做不出来呀？那又怎么样呀？咱们比的可是名画品鉴，他那随手买来的不知名的小画，怎么跟月子小姐的画比啊？月子小姐的画加起来可将近9亿呢。什么作品价值9亿啊？我来看看。是龙国最尊贵的国画大师林教授，他一定是为了月子小姐的画来的。不错，不错呀！此画比例雄厚，气势磅礴，山水错落，浑然天成，浑然天成啊！评价这么高，随手画着玩的，大师过奖了。是不是我们林教授进来就嚷着要看价值9个亿的画作，结果看也没看一眼，却跑去捧一个乡野村姑的臭脚，莫非早就暗中被人收买了？傅二爷，你几时给我出场费了？我怎么不知道？哎呀，误会误会，稍等，我这是为了衬托你的厉害，专门从龙国找来最权威、最公正的林大师来点评。你怎么上来就把人得罪了？谁让他进来看都不看一眼我的作品呢？林大师，
要不你再品评月子小姐的上亿名画？好啊，就让我见识见识龙国最权威大师的水平。这些外域的名画风格诡异杂糅，既有东方的水墨风格，又有西方的油画技艺。虽然画工精湛，但少了属于自身的独特风骨。可惜了，唯独这幅无名大师的画作让人眼前一亮，不过感觉上也少了点什么。还龙国最权威的国画大师呢，我看水平也不怎么样嘛，竟会睁着眼说瞎话。你问问在场的各位，有谁不说我外域的作品完美的无懈可击？你还真别说，这画呀，要抛开了9亿滤镜不谈，确实有点奇怪。少了点什么？真的有这么贵？好，我也这么觉得。你们说我外域的作品不好，那你们来试试怎么改，我看看有谁能做的比现在的作品更好。这让我再好好想一想。这有什么的？这幅元青瓷本就是个半成品，差的就是花瓶里插的几枝花，加上不就行了？住手！这幅元青瓷价值8个亿，你要是画坏了，把你卖了也赔不起。若是夫人给画坏了，我赔给月子小姐10倍，如何？钱我外域有的是，我不需要赔钱。如果她画坏了，我要这个女人的1只手。一只手啊！没想到月子小姐看起来这么端庄优雅，这心思竟这么歹毒。二叔竟然想到这种蛇蝎女人当富家主母，他是盼着我家无宁日啊！诸位，月子小姐啊，只是一时心急脱口而出啊，大家不必当真啊。小孩子都知道，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心话。这个坏阿姨骨子里坏透了。清泽，你听我解释。行了，别解释了，我答应你的要求。如果我把你的画画坏了，我赔你1只手；但如果我救了这幅画，那你就再也不能以国画大师自居，简直糟蹋艺术。好，我答应你。我画了，别浪费时间了。画的真好啊！对了，要的就是这种随性自然的东方神韵。哇，瓶子与花的搭配相得益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啊！对，真正的艺术确实比之前好多了。确实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怎么会输给一个乡野村姑？外域国画怎么可能会输给龙国？因为龙国本身就是外域国画的祖师爷，而我老妈就是你们口中的无名大师。什么？他居然就是无名大师？怪不得那幅千山图有无名大师的风骨，原来就是本尊呐！他到底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这幅元青瓷也是老妈没画完的半成品，你们花8个亿买回去，还舔着脸说是外域的大家之作，呸！太不要脸了吧！好了，愿赌服输，就在这儿跪吧，跪！愿赌服输，跪！跪呀！跪！就跪在这儿吧，龙国祖宗看着呢。诸位，今天呢是我们傅家的家宴啊，这大好的日子，大家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吧？啊，老太太，
今天呢，月子小姐为了能够赴宴，专门千里迢迢为您准备了珍贵的礼物呢。哦，对，老太太，我知道你喜欢玉器，所以这次花了几百万给您买了一块原石。老太太，您看这块石头，一看就能开出上好的帝王绿，一定能为您打一套上好的首饰，说不定还能余出来些。月子小姐有心了。妈妈，这石头不行啊！几百万买的呢，还不如我们山里捡的破石头值钱呢。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怎么，你作为傅先生的太太，第一次上门就没有为老太太准备什么贺礼吗？谁说我没准备的？小九，拿出来。巧了，我也准备了2块上好的翡翠原石，献给老夫人。你这两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的比？坏女人，你为什么打妈妈的石头？我不小心的。不过，我这块原石可是在鉴宝行花了上百万买回来的，100%开出帝王绿。你这2个拳头大小的石头，又是从哪儿来的？花了多少钱啊？没花钱，山里捡的。你就拿着这2块捡来的破石头冒充翡翠原石，在傅老太太面前丢人现眼。老太太，她这可是对你大不敬。是啊，身为副总的夫人，第一次见老夫人就这么敷衍，这不是打副总的脸吗？是啊，这拿去这人怎么能这样呢？太不太像话奶奶，凤梨她不是那个意思。凤梨她这个人比较单纯，她送你的都是她觉得最好的东西。没错，我觉得吧，浓缩的才是精华。别看我这2块石头小，开出的惊喜可比你大。好啊，那我们就来比一比，比就比。哎，慢着，这个野丫头看着就不靠谱，可不能让她当众给清泽丢人。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别闹得剑拔弩张的，我们先开宴吧。老太太，我知道您是害怕凤小姐给副总丢人现眼，那我们就不比了。比，现在就比。但凡我给傅清泽丢一点脸，我马上就办离婚。好，这可是你说的。但要是你输了，你这辈子都不要妄想嫁给我爸爸。可以。来人，拿器具，切原石。切，让这2个土包子开开眼。几百万就买块废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大开眼界！不可能，再切这边，再切！哎呀，别费劲了，全是废料。你闭嘴！切！哇，帝王绿！帝王绿啊！帝王绿！哎呦，这个值了钱了呀！几百万的石头开出了帝王绿，这身价一下就翻了几10倍呀！我要是能开出一块帝王绿，我几辈子都不用愁了。是啊，现在这块石头的价值可有1个亿，1个亿呀！你们这2个土包子，恐怕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还等什么呢？还不赶快跟清泽离婚呢？愿赌服输嘛！哎，你不会真以为那2块破石头就能开出什么上好的翡翠吧？你别担心，我这里也有几块石头，你先拿去用一下。放心，这种石头我家里多的是，平常都拿来垫桌脚。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你开出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会有裂？这好像是那个帝王绿啊！好好的一块帝王绿就这么废了。是啊，现在真是太可惜了。这一下就不值钱了呀！王绿啊，白瞎诸位，我说喂，月子小姐的这块料啊，好歹能开出几块界面是吧？总比这2块废石头要好得多呀！对，我就不信你这2块破石头能比我开的好。哦，小九，让这2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开开眼。好嘞，从这儿切。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黄口小孩，从中间切，就算这里面有东西，也让他切废了。装腔作势而已，再让他们母子俩装2分钟，反正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哎，老太太都过去了，咱们一起看，走。哎呦，老太太，你看什么呢看呢？它就是一块废料，它就能开出翡翠来。我把旁边那废料，我当着他的面我都吃了。好，你说的，不吃就是小狗。我说的。出了！真的出了！极品帝王绿啊！我今天有幸的看到玻璃珠，帝王绿啊！哎呀，这可是极品啊！二舅公，废料在那儿，你慢慢吃，没人跟你抢哦。开了眼了，狗屁小孩，走了狗屎运而已，恰巧切出来这么一层，有本事你们再开一刀，我就不信随便在地上捡的这么一块破石头，真能开出来极品帝王绿。切就切，小爷这就让你无话可说。不用了，这一看就是块好料子。老太太这是在护短吧？这把要是输了，他们母子俩可就遭殃了。就是，老太太，我知道您担心他们母子2个会让青泽丢人，但是您不用担心，只要让他们俩离了婚，这2个人就和青泽没有关系了。啊，没必要搭理他，见好就收才是王道。我不，既然他把脸伸过来让我打，那我就要打烂他的脸。切，好嘞，在边上切。哇！你看，竟然真的是极品帝王绿，开出来了。不是吧？这么一大块帝王绿，都够打一整套首饰的了。这2刀直接让这2块不值钱的破石头升值了1个亿呀！就是啊，愿赌服输。现在你该履行承诺了吧？我不服，凭什么？我几百万买来的石头，不如你随便捡来的破石头。有本事你把另外一块破石头也开了，我就不信你有那么好的运气。过分了吧？你都已经输了2次了，一次又一次的赖皮，现在还想比第3次？不敢开第2块，是因为知道这里面根本什么东西都开不出来吗？老夫人，您听到了吗？这母子2个根本就是拿了2块破石头过来敷衍您，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刚才开的那块，纯属就是运气罢了。好了好了，老太太是青泽的奶奶，那就是我的奶奶，我怎么可能敷衍她呢？呢？一堆雪花棉有什么好炫耀的？真是没见识的蠢货！你才是蠢货，那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冰雪女王木纳至尊呐！天啊！10年前我在冰田拍卖会上见过一块比这小得多的木纳至尊，当时就拍出了10个亿的天价。这么大一块木纳至尊，这得值多少钱呢？这么一看，月子小姐那块可真是不够看呢。现在，无论是才艺还是眼光，我的夫人都远胜月子小姐。你们应该清楚，谁才是phụ氏主母，当之无愧的人。恭迎phụ氏主母入住住宅，请副总、副人员到位，请副总、副人员到位。没想到你的石头居然深藏不露。都是误打误撞，
我家里多的是。都怪你这个废物！废物！废物！月子小姐，你别生气，即使父亲则不娶你，我也有其他的办法让万玉帝国获得傅氏的财产。回去说。老妈，有人输了不履行承诺就想跑，想跑，门儿都没有。怎么回事？控制不住我自己。老公祖宗，对不起，我万玉小人，不该欺诈龙国文化，不该篡改我是龙国历史。二叔公不想吃石头，他就只能学狗叫喽。你这个臭小孩！他们这样啊，真的是。当众学狗叫，一点骨气也没有，被人当狗的下。哎呀，真的是。不对，我们之前一定见过，不然为什么你每次用魔术，我都会想起那个身影？凤梨，你到底是谁？不，光顾着爽，忘记了傅清泽。哎，看来得想个办法混过去。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既然傅总心里有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就立刻离婚。我可不想当别人的替身。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龙国祖宗显灵了！龙国他竟然出来了！哎呀，你看现在这个样子啊！刚才还是练的，现在怎么成这样了？我们之前还觉得月子小姐是个高雅淑女呢，原来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疯婆子呀，还不如傅夫人呢。就是，居然让杀伐果断、不近人情的傅总也变成了妻管严。没想到啊，副总也是个这气管炎。孩子长得跟清泽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气质倒是像他妈妈。清泽这么多年不近女色，我差点以为傅家就绝后了，没想到呀，不声不响给我添了个大孙子。哎呀，蛮的奶奶好苦哟。哎，对了，小九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啊？小九是虎年8月。不是吧？你怎么知道小九生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脑海里就出现了这个日子，还真是这天啊。你说我和小九是不是很有父子缘？他第一次见我就叫我爸爸。你想多了，小九特别想要一个爸爸，见谁都喊爸爸。他俩嘀嘀咕咕什么呢？难道这个孩子的身份有问题？傅家的血脉不容混淆，我还是做一下亲子鉴定吧。奶奶抓我头发干什么？好啦，家宴结束了，我约了老姐妹喝下午茶，我先走了，你们也去休息吧。奶奶，你慢点。爸爸，抱。幸好门混过去了。对了，小九的爸爸呢？他死了。啊去！谁在骂我？妈妈，你好坏呀！还是说正事吧。小九的学校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入学没问题吧？没问题，我早就想去传说中的学校玩玩了，我还没上过学呢。这么可爱的孩子，居然没上过学，他以前都过什么日子？看来以后我一定要加倍对他好才行。这个校服太闷了，还是我自己的衣服舒服。这是啥？你就是那个乡下转来的，连 ABC 都不认识的土包子吧？竟然还敢说小美写的信！他都没给我写过信。什么小美？我根本不认识她。
少废话，兄弟们，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上！对不起，李老师，我们家小九在山里野惯了，下手不知轻重，我替他跟孩子们道歉，后续的赔偿我们都会配合的。赔偿？被打的可都是龙川名门世家的小公子，他们金尊玉贵的，你们山里来的乡巴佬赔得起吗？确实，这些孩子一看就是捧在手心长大的，小九揍他们跟踩蚂蚁一样简单。小九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能欺负弱小吗？是他们先打我的，我还留了手的，不然他们的门牙不可能留到现在。说的也是啊，李老师，您看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家小九先挑的事，那要不这件事咱们各打50大板？哼，你可真敢想啊！这几位都是世家公子，他们想打一个山里来的乡巴佬，那是你们的荣幸，你们就该乖乖趴在地上认打，还想还手？我看你们是不想再去上学了。你要是这么说，我还是龙国首富的儿子呢，我打他们岂不是他们的荣幸？他们还得跪在地上谢谢我呢。年纪不大，倒挺会吹啊，一看就是当妈的教得好。哼，哎，凤小九，爸爸是首富，妈妈是大祭司。哼，你们两个去找妈妈去。儿子，爸爸跟你做主。在龙川，谁不知道副总单身至今不近女色？你们竟敢冒充他的妻子儿子，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吧？我没撒谎，我爸爸就是龙国首富傅清泽，我妈妈是灵族大祭司，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人。最尊贵的人，你妈妈是不是每天把这些当睡前故事讲给你听啊？都入戏这么深。李老师，告诉他这小乡巴佬，在龙川第一贵族小学，谁才是最尊贵的人？当然是您校董庞总，还有您的宝贝儿子了。至于某些没教养的人，恐怕是个连爸爸都不知道是谁的野孩子吧。住口！谁给你的胆子这么侮辱我的宝贝？你还敢顶嘴？我可是这所小学的校董，你信不信我分分钟把你这小乡巴佬给开除掉，同时把你们这一对王八蛋一块扔出去！我靠，这个死肥猪还蹬鼻子上脸了！要不是傅清泽有死结，不宜给他招惹麻烦，真想现在就弄死他。怕了吧？只要你们现在跪在地上学小狗撒尿，以后见到我喊一声主人，我就大发慈悲的让我爸爸不开除你们，怎么样？你在狗叫什么？信不信小爷现在就……小九，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跪下！谢谢小胖同学给的机会。学狗狗，学狗狗。这机会给你要不要？爸爸，我当是什么大人物，这么大口气，敢在这儿放肆？原来是这个小乡巴佬的爸爸，大乡巴佬。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哼，我是龙川第一贵族小学的董事，我姓庞，我还是龙川集团龙一分公司的总经理。很好。万特助，马上收购龙川贵族小学，开除庞董事，并且解除他在龙川第一分公司的总经理职务，还有开除太阳花班班主任。我听到了什么？这个大乡巴佬要收购龙川第一贵族小学？哎，我且不说你打这通电话是真是假，单说这所贵族学校就价值100亿。100亿啊！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恐怕你们全家不吃不喝100年也攒不够这么多钱。哼！喂？什么？龙川贵族小学被首富收购了？
我被开除了？怎么可能？什么？我被校董会开除了？喂！什么？我被公司也开除了？喂！你竟然真的是龙川首富！副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该欺负小少爷，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如果小九不是我的孩子，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他就活该被打压、被霸凌、被退学吗？像你这种拜高踩低的小人，根本就不配为人师。来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像他这种玷污祖国花的人，不配留在学校。拖出去！不要，副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错了。老爸好帅！不愧是我选中的男人，真不错。冲啊！老爸真棒！你们慢点，别摔着了。小九跟傅清泽越来越亲了，再这么下去，万一回到了山里的那一天，小九不愿意回去了，那该怎么办？奶奶，二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们终于来了。赵管家送来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正等着你们呢。什么是亲子鉴定报告？就是鉴定父子关系是否为亲生的一种科学手段。准吗？通常来说不会出错的。那这报告是你跟小九的吗？坏，这不都露馅了吗？这孩子是假的话，傅清泽就必须和藤田月子结婚，傅家的财产最终还是落到我手里。妈，您快打开看看吧。不行，不许看！直写，您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不让老太太看这个亲子鉴定报告？莫非这凤小九不是我们傅家的孩子？老太太，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个女人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野女人。小九是傅清泽亲生儿子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傅家知道。这上面有点脏。撒手！小九是不是亲生的？我今天就要知道。我跟爸爸这么像，谁见了不说我们是亲父子的？奶奶，你不信就让他验，只要大家都看到了最后结果，我就再也不是没爸的野孩子了。是啊，清泽那么聪明，他怎么可能帮别人养孩子？况且费尽心思嫁进傅家的人，又怎么可能自戳身份？或许还真是不多心了。老太太，这个检测报告它就在我们面前放着，我们打开看一看，那不就知道了吗？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让我看看，这什么情况啊？怎么了？奶奶，您这鉴定报告在哪儿做的？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幸好我刚才动手快了一步。龙川医院，傅家的产业。这龙川医院是应该整治一番。奶奶，您啊，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小九，他就是傅家的种，否则我也不会把他带到家里来。您说是不是？好，奶奶相信你。凤梨，你是不是生气啦？奶奶，我没生气啊。你先假装生气，这样奶奶以后就不会再怀疑了。奶奶，我先回去休息了。老妈，你等等我。哎，凤梨，不好了，这孙媳妇儿这是真生我气了。清泽单身28年，这好不容易领回来个大媳妇儿、大孙子的，不会就这么被我折腾没了吧？老太太，您说什么呢？
您做这一切啊，那都是为了清泽着想，为了我们傅家着想吧。而且，您看这母子俩，他邪门的很啊。那清泽是不是让他用邪术给控制着？您呐，应该……好了，我相信清泽的判断。这件事儿到此为止，我得赶紧给我孙媳妇道歉去。她要是生气了，还不得跟清泽离婚？这清泽不得光棍一辈子啊！这个老不死的，越来越难控制了。既然你这样，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哎呀，老太太，我扶你一块进去。好了，我都照你的吩咐做了。我要点去邪香休息一下，你过敏，离远点。小九，带你爸一边玩去。孙媳妇儿，闪开！老太太，你这毒妇，为了争夺傅家的家产，还下毒害老太太！来人，把这个毒妇给我抓起来！住手！你干什么？还不滚！奶奶，您这是怎么了？秦泽，这个野女人要谋害老太太，一定得让她偿命。不可能，凤梨她没有理由要害你。你奶奶就是闻了这个香才晕倒的。这个女人她邪乎的很。不对，奶奶不是中毒，是中蛊。我可以救奶奶。好，给我闪开！金子，你想害死你奶奶吗？你闭嘴，别影响我妈妈救人。小九，你干什么？金子，他拿刀，他要杀人了，赶快让他住手！你要看见你奶奶被杀死吗？蛊虫受损，下蛊者也会被反噬。二叔，你作何解释？你用邪术害我，因为我戳穿了你的阴谋吧？奶奶，哎呀，奶奶，您中的是子蛊，下蛊者家里必定用陶罐养着母蛊，每日用精血饲养。要想知道是谁害您，现在叫人去搜就行了。老太太，别相信他的话，他一定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来人，搜查整个傅家。傅青泽，你已经完全被这个女人迷了心智了，这是里外不分，怀疑你的亲叔叔。我再也不管你们家的破事了，就让这个女人骗了你们，抢了你们的家产吧。副总，在二爷卧室床底找到了这个瓦罐，还有几个外遇的合同。小九，拦住他！这里面就是母蛊，它的肚子里有主人的血。要想知道主人是谁，做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亲子鉴定就知道了。幕后黑手已经很清楚。奶奶，这里是要将傅家的财产转移给外域，里面居然还附带了条约，让我为外域务。傅家乃龙国首富，转移傅家的财产到外域，这与卖国有何异议啊？即刻收回傅成业手下的财产，将其赶出傅家。老太太，我是你从小养到大的，你看傅家我怎么活？你这是让我死啊，老太太！我走。老太太。关于奶奶中的蛊，我们聊聊，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糟了，我刚才太张扬了。我住在山里嘛，经常被虫子咬，所以就会点捉虫子的手艺。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我这孙媳妇啊，这么漂亮，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如果我们傅家再有这样的小公主，
那该多好呀！爸爸妈妈都不同房，不可能添加小妹妹的。青泽居然都不同房，难道青泽这些年疯狂加班太劳累，身体不行了？人参鹿茸，蒜蓉母菇，炸泥鳅，今天的菜是不是太燥了一些？这里没有适合你吃的菜，妈妈带你去开小灶吧。走。为啥不能吃啊？闻着老香了。走了，走了，走了。我也去。哎，你走什么？这都是奶奶特地给你准备的，快吃。来，嘿嘿，哎，吃吃吃。你怎么在这儿？奶奶让我给你铺个毯子。奶奶，我算是知道奶奶她闹的是哪出了。你流鼻血了。啊？年轻人气血旺可不行，我来帮你。不好吧，我们还没互相熟悉呢。姑奶奶，你干啥呢？嘘，小九的爸爸妈妈要给小九生小妹妹啦，小九不要影响爸爸妈妈哟。我要有小妹妹了。对，我要送给小妹妹美美的裙子。祖奶奶，我们去选裙子吧。好呀，走吧，走吧。呵呵。哎，你别说，你教我这套拳还真能摒除杂念。我现在冷静多了，是吧？我们来聊聊正事吧。过2天兴国首富要来参加聚会，你陪我去吧。没用的东西，让你们拿下傅家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你们还能干什么？大人，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邪门的女人，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所以你到现在都没查出那个女人是隐世神族武灵族的大祭司，我要你还有什么用？您原谅我，我虽然没有查出这个女人的身份，但是我查出了她在俗世的软肋。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族人们大人，我们查到那个女人在俗世有个亲弟弟，我想她应该就是这世上能限制那个女人唯一的存在。她在哪儿？在下辛磊，愿为外域献犬马之劳。嘿嘿嘿，很好，你就陪我参加3天后兴国首富的宴会。这次我要亲自会会那位灵族大祭司。哎，副总，这个宴会的目的是什么？这次兴国首富来参加宴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拓宽圈子，结识龙国神医，为他治病驱灵。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我们就可以与其联盟，共同抵御外域对龙国产业的入侵。凤梨，你把我拉下泥潭，毁了我的一切，我也要毁了你的一切，这样才公平。行，听说这次龙国神医也会来，兴国首富到！李日克先生来了。艾瑞克先生，副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艾瑞克。这次来，我专门为你准备了东方最好的医生，他特别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我相信一定能够治好。好。艾瑞克先生，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呀！东方最好的医生，当然是来自外域的这位左卫门大人。左卫门大人，域外最有名的阴阳师，难道阴阳师
也会看病吗？没错，左卫门大人不仅是一位阴阳师，还是一位可以和死神抢人的神医圣手。况且现在外域的医疗科技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相信我，左卫门大人一定可以治好你的绝症。外域的医疗技术可是偷了龙国的医术才发展起来，你身为龙国的子民，竟然帮着外域打压龙国医生，你不配当我弟弟。哼，那都是几百年前的恩怨了，你何必斤斤计较呢？承认别国的优秀有那么难吗？果然是一个心眼比针小的愚昧蠢妇。龙国医术传承1000年，真要比，外域给龙国提鞋都不配，就怕他们不敢比。哼，就凭你们也敢跟我比，不自量力！还真是从山里出来的疯婆子，见识短浅，不知天高地厚。左卫门大人，那可是我外域最厉害的医者，就连我们国主也是对左卫门大人敬重有加。你竟敢挑战他？废话少说，敢不敢比？给句话吧。好，就让本尊教教你们这些无知的龙国人，什么叫做天外之天。既然这样，那今天现场有位客人和我的病情差不多，不如你们二位就用他来比试一下，看看谁能给他治好。好，怎么会这么巧？看来艾瑞克早有准备。谁先来？我来。此人脉象时而虚浮无力，时而强横霸道，纷乱复杂。那赵医生看出他是什么病情了吗？他不像是寻常症状，更像是中毒所致。具体如何，我还要再斟酌一下。哈哈哈哈，还是我来吧。依我看，此人乃长期服用诸性药物，且放纵不知节制所致。只要服了我的十全大补丸，清心寡欲的养着，病症自会痊愈。看来是左卫门先生的医术更胜一筹啊！不好，难道新国和外域要联盟吗？且慢，且慢！此人的症状一看就是中毒所致，你这一剂补药下去，他恐怕走不出宴会厅这个门。住口！现在可是外域最强阴阳师和龙国顶尖医师的医术对决，哪轮到你这样一个疯婆子在这指手画脚？赵医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夫人所言正是我心中所想。你不是魔术师吗？怎么还懂医术啊？我天天在山里看药材，这山里有个老中医教了我一招半式。这样能让你一眼就看出连赵医生都无法判定的问题。看来那位老中医的医术一定远超其他龙国的顶尖医师。没错没错，高手在民间嘛。哎，少废话！既然你们龙国人说我是中毒了，那你们还不赶紧给我解毒？赵医生，上！夫人，我是学院派正统学医的，从未学过用毒，所以对这罕见的毒素我还没有研究。哎呦，你还不如说你看不了，刚才那些话呀都是糊弄我们的。艾瑞克先生，不如赶紧与外域结交，左卫门大人一定能治好的。谁说我们治不了？我来。就你不就会那几个邪术吗？怎么能把大家给糊弄了？小九，这是我灵族秘制的解毒药，吃下一粒便可百毒不侵。风里，人命攸关，不可儿戏。连赵医生都没把握解毒，你确定你可以吗？放心，我从来不拿人命开玩笑。赵医生，立刻去第一医院安排所有的精英人员紧急待命，一旦那个病人发生不测，马上进来救人。是。哎呦呦，瞧瞧，你们龙国顶尖的医生就这么溜走了，你还在这死鸭子嘴硬呢啊！要我说呀，你现在赶紧跪下，给左卫门大人磕头认错，
这事儿啊，也就算翻篇了，怎么样啊？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上赶着给外遇当狗吗？贱人！我跟你说，这个疯婆子就是从山里来的，她恐怕连行医资格证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敢在左卫门大人面前班门弄斧，简直就是可笑至极！可笑！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应该相信名声在外的左卫门大人，而不是一个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疯婆子。吃了你的药，我恐怕死在哪里都不知道。来，吃了它。不行，你不能吃，会死的。不要吃会吐出来。我感觉我身体有力量了，不仅我的身体恢复正常，甚至感觉回到了18岁。真的？你现在已经痊愈了，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你的家人。感谢左卫门大人。他的药根本就没有治好你的病，他只是提前透支你剩余的生命力，让你回光返照。恐怕你还没有走出这个门，你就会……你们龙国医术无能就算了，竟然还敢诅咒病人，还真是一群上不到台面的下等人。傅夫人以后还是在家专心洗衣做饭看孩子吧，别再跟着傅总出来丢人现眼了。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妈妈可是在救你的命。小九，别说了，让他走，就让在场的诸位看看他能不能走出这道门。今天我要是走不出这个门，我直接跪下喊你们祖宗。3、2、1。还真让他给说对了。他怎么了？这是？他没事吧？别动他，动一下他就没救了。小九，好了，现在可以动了，让他平躺在地上。直接给他吃解毒丸不行吗？不行，他刚刚吃的大补丸让他全身血液沸腾，生命力燃烧过旺，现在吃解毒丸恐怕没有多余的力量吸收，只能靠行针将他体内毒素清出来。一针鬼功，2针心，3针傀儡，4针心，这难道就是失传已久的鬼门13针吗？据我所知，只有在古籍里才能被提到，不可能！这个装神弄鬼的疯婆子怎么可能会一面13针？他肯定是骗大家的，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他这是罔顾人命啊！你们看，他吐血了，这个人没救了！你住嘴，别打扰我妈妈救人！多谢傅夫人，我差点死在外域人的手里。真的救了我了！龙国祖宗在上，是我新国无知后辈，狂妄自大，我不该妄言龙国传承1000年的医术。我该死，我该死！好了，我好不容易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再一巴掌把自己扇回去，岂不是白费我一番心血？多谢神医大人有大量，多谢神医救命之恩。他身体还很虚弱，最近需要送到医院去休养，就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夫人放心，我们定然会好好照顾。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深藏不露。臭老头，你输了。现在是不是应该说你们外域医术给我们龙国提鞋都不配了？这都不配，是你提鞋的吗？反口小儿，竟敢对老夫造次！你自己技不如人，干什么拿小孩子撒气？难道你们外域的殿堂级大师就这气量？是啊，跟小孩算什么本事？下来的，敢当众侮辱本尊，本尊定要你生不如死！冯烈，别嚣张啊！上一局说不准你用了什么下作手段才赢的，有本事和左卫门大人再比试一场。对，我们再比一场。大人，为何呀？大人，为何呀？
我看海瑞克先生印堂发黑，不似生病，也不似中毒，倒像是中蛊。不如我们比比蛊术如何？我刚刚在此人体内种下了噬心蛊，你可能解？噬心蛊可是蛊中之王，中蛊者12时内便会遭万蛊噬心，七窍流血而死。寻常蛊师根本无解，你根本就是要他死吗？左卫门大人，为什么我对你忠心耿耿啊？你一定会救我的，对吧？你不是说要为外域帝国尽忠吗？本尊就给你这个机会，只要本尊赢了这个龙国泼妇，你就是外域第一功臣。到时候，本尊在神社为你立一块牌位，纪念你的功绩。这么说，我没救了。艾瑞克先生，艾瑞克先生，今天宴会是你的主场，这些外域人在你的地盘下蛊害人，你怎么能坐视不管呢？正如左卫门大人所说，如果我父亲的病症是因为中蛊所致，那就算请再多相似病症的病人，让2位大师所诊治都不为过。正好你现在已经中蛊，拿你试试，效果不更好吗？怎么？你父亲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你父亲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怎么，你不是敬佩左卫门效忠外域吗？现在让你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不舍得了？就是说呀，他刚才帮着外域人去诋毁傅夫人，叫唤的比谁都欢，我还真以为他愿意为了外域去死呢。哼，闹了半天，原来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一无是处的软骨头，能为左卫门大人而死，是你的荣幸。摆个丧气脸给谁看？够了，区噬心蛊而已，你们不救，我救。小九，替我护法。好嘞。烦请诸位退开100步，背过身去，别打扰我妈妈救人。姐姐，你神通广大，你一定能救我的，你救救我吧！想活命就闭嘴。小九，成了，他竟然真的破掉了噬心蛊，得意的太早了。不好！那个手印难道是他的力量之源？要是有机会毁了他，这个女人岂不是就废了？左卫门大人赢了！怎么回事？石头，是那块石头搞的鬼。没事了。谢谢姐姐，之前是我不懂事，做了很多错事。不用谢我，是母亲送你的护身神石救了你，不论你是要道歉还是要道谢，都应该对她说。对不起，你和妈说的是对的。好了，要忏悔就滚出去忏悔，别在这碍我眼。清泽，让人把他带下去。好。还真是个嘴硬心软的女人，她明明就是想保护弟弟远离外域人吧。知道了吗？左卫门大人，凤梨女士，二位请随我来。走。等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去。不用了，我和小九进去就行。你在外面有什么事的话，你还能接应我们。你自己没问题吗？放心，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了？刚才斗法，这个女人对付左卫门，
明显很吃力。他根本就不配为父亲看病。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让他一起来。左卫门大人，请喝茶。阿姨，我妈妈都忙了这么久了，她也没喝水。小九，我说的不对吗？那边那个外域人手段毒辣，只会杀人，根本就不会救人。一会儿想救那个爷爷，还不是得靠我妈妈？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孩！好了，莉莉娅，我时间不多了。父亲，左卫门大人，求求你了，快救救我父亲！不急，想要救艾瑞克先生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你们在新国60%的产业。什么？好，只要能救我父亲，区身外之物。妈妈，爸爸说过不能让新国和外域联合起来，你快想想办法。小九放心，不要答应他，他不救艾瑞克先生，我来救。傅夫人，别添乱了。如果我父亲出了点什么事，就算傅青泽也护不了你。就像左卫门说的，艾瑞克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像生病，也不像中毒，倒像是中毒。重复左卫门大人的诊断有什么意义吗？还不快走！我妈妈说能救你爸就是能救你爸，你再逼逼赖赖，我们还不管了。小九，安静。不行，还得是让……小九，是寄生蛊，这种蛊就像慢性毒药，中毒者身体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会被慢慢掏空身体，虚弱而死。左卫门大人，以莉莉娅对凤梨的敌意，艾瑞克先生在他手里出事，对我们更有利。小九，怎么回事？父亲，你个贱人，都是你害我父亲的！我要你偿命！去死吧！我要你偿命！去死吧！你能不能冷静点？别像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害你父亲的另有其人。小九，把你在灵族捏的药丸给艾瑞克爷爷服下。这可是我灵族秘制药丸，哪怕只剩一口气，吃了它都能把命续回来。看好了，父亲活了？怎么可能？他刚才明明已经死了。我刚刚看到，在我昏厥前，是左卫门伤了我。你都听见了吧？父亲，结束。
这个女人一定用了什么邪术控制了艾瑞克。莉莉娅小姐，你一定不要被骗了。用邪术伤人的，一开始就另有其人。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们看。左卫门大人，子骨被焚，母骨必遭反噬，他才是害人真凶。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外域为了侵占我们兴国产业设下的阴谋。我是兴国首富，我以兴国商会会长的名义在此起誓，兴国商会此生不会与外域合作，同时兴国商会会与龙国商会达成同盟协议。如果女人竟敢坏我好事，老爸，救命啊！住手！左卫门，你是想公然向龙国商会，还有兴国商会宣战吗？龙国小儿别太嚣张，我们走着瞧。走。我宣布，从今天起，龙城商会和兴国商会结成兄弟联盟。姐，我现在无处可去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母亲临终前一直很后悔没有把你带回灵族生活，现在有机会，你想不想回去看看？顺便祭拜一下母亲。好。带他去这个地方。是。等一下。我能感觉到，母亲留下神识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也是为了保护你。现在我的劫难已经过去了，就让她好好保护你吧。这臭小子真是长大了。走。本来觉得父亲则是个人才，想留着他为外域做事。既然他不受掌控，那就没有留他的必要了。傅清泽，你怎么了？傅清泽，爸爸的血是黑的，他中毒了。解毒丸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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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不着急，爸爸没事，有妈咪这个神医在。你别说话。是半生蛊，怪不得你会对驱邪香过敏。这个蛊是从小就被人种下的，只要不被唤醒，一生都不会对宿主产生影响。看来这个人很早以前就盯上你了。肯定是左卫门，还有二叔搞的鬼，都怪我没有尽早防着二叔。傅清泽，傅清泽，没办法了。我终于都想起来了，原来那个模糊的女人是你。傅清泽，爸爸好像只是施法不灵，只能双修救他了。
本想帮你度过生死劫，了却一场因果，可没想到还是产生了下一个联系。余生要好好的。老妈，你怎么了？我没事儿。小九，我们收拾一下东西，该走了。嗯。你又要抛弃我第二次吗？我什么时候抛弃你了？我们之间可是有协议的，我帮你守住傅家，就离婚走人。妈妈，你真渣呀！说抛弃就抛弃爸爸，不行，我要帮助爸爸。我都想起来了，9年前我们见过。我们当时要是有孩子的话，应该也像小九这么大了。你别瞎想，小九他不是。没错，我就是老爸你亲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是谁？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了吧？我来说，老妈不是魔术师，也不是乡下穷鬼，她是古灵族大祭司，她很有钱。9年前，她因为想要一个继承人，所以千挑万选选中了最帅的老爸你。所以你要了我的孩子，还抹除了我的记忆。对你来说，我就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你真是太渣了。对。抱歉啊，给你造成了困扰。要不我还是把你记忆抹除了吧？老妈不行，你再对老爸的记忆做手脚，他会变成傻子的。在你的心里，我就这么不值得托付？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扯上关系是吗？不，你是个好人。是我的原因，我不能留在苏氏。他没有承认，看来他心里还是有我的。那至少圆我和孩子一个梦，给我们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再走，行吗？老妈，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爷俩呗。好吧。哦，副总，等等我呀！副总，来看这边。来，证明一下我是你们最爱的小宝贝。回来了！哎呀，今天兴致好，特意过来给你们露一手。快来，尝尝奶奶的手艺。我们去放个东西。哎，哇，好香啊！祖奶奶真厉害。哎，小九啊，听万特助说你爸妈要离婚，怎么个情况？爸妈吵架啦？哎，一言难尽，也差不多吧。他俩观念不太合。哦，别怕，有奶奶在，他们俩呀离不了。夫妻呀，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看奶奶的啊！来，快坐。这个呀，是我结婚的时候清泽的祖奶奶送给我的酒，好多年都没开封啦。今天呀，高兴让你俩也尝尝。哎，来，来，给爸爸妈妈干杯！老爸老妈，干杯！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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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酒量不好，以后就少喝点。奇怪，我怎么也这么热？难道是奶奶的酒？
凤梨，你冷静点，奶奶的酒有问题。嘘，奶奶的酒不足以让我动情。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看见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你。你认真的吗？我掐指一算，我这次真的要有小妹妹了。太好了，走。第3次了，渣女，渣女！啊切！怎么回事啊？谁拧我呢？还不是被你抛弃的老爸呗！老妈，你这么渣，迟早会遭报应的。你小九，你这个乌鸦嘴！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们的动态，终于等到你们离开傅家了。敢一而再、再而三破坏本尊的好事，今天本尊就让你付出点代价！给我上！凤梨，小九，保护好夫人和小少爷，上！上！你别过来！小心！副总，傅庆泽，老爸！那个女人的力量源泉就在我手里，现在的就是废人一个！都给我一起上，淹死他！狂妄！小九，保护好你吧。上！怎么回事？这个女人怎么变得更强了？那个手环是用来限制老妈的力量，以免她强大的力量暴走伤人的。左卫门大人，这个猎足女人先来的，我们现场。走。老妈，你快过来！哎，我刚给她吃了药，等她醒来就变了个样子。没事，跟你没关系，是左卫门那一掌导致的心智受损。那老爸还有救吗？龙国的一大半产业可都是靠他管理，要是他出事了，龙国的商业形势怕不是得崩了。别在这说了，先回傅家吧。姐姐，我想吃糖。少吃点糖，对牙齿不好。祖奶奶，你说现在可怎么办啊？老爸变得比我还幼稚。对不起，奶奶，庆泽都是因为我才……不怪你，这都是那些外域人做的孽。咱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按住清泽失智的消息。哎呀，看来集团最近需要你来出面处理集团的事务了。清泽呢？刚才夫人和老夫人说话的时候，副总从那儿出去了。哎呀，现在清泽的事情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快去追！
我从傅清泽出门跟到现在，他跟一群小屁孩玩了2小时的跳房子，正常啊。傅总，你怎么在跟小孩玩啊？要是你心智受损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傅氏乃至龙国商业就都完了。傅清泽他心智受损，机会来了。清泽最近身体不适，所以这段时间将由我，清泽的夫人凤梨代掌集团事务。慢着，一个从山里出来的神婆，怎么能让她来掌控我们偌大的龙川集团？傅氏掌握着整个龙国的经济命脉，你们就不怕他毁了傅氏，毁了龙国经济吗？谁把他放进来的？谁？呵呵，自然是在集团里能说得上话的股东们啊！你们想干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们吗？我们都知道了，傅总被这个装神弄鬼的女人所害，心智受损，变得跟小孩一样，根本无法执掌龙川集团。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说话要讲证据。呵呵，好，证据，想要证据是吗？这个视频股东们已经看过了，现在你们欣赏一下。都怪我这破嘴。呵呵，所以说现在傅氏群龙无首，剩下的老弱妇孺无法担当重任，所以只能由我来担任傅氏的新任总裁，打理傅氏财产，引领龙国经济。大家好，我是傅氏新任总裁傅成业。未来呢，我将代表龙城正式向外域进行长期的、永久的合作协议，带领傅氏以及龙城的经济更上一层楼。3日后，我将在龙川大酒店举行投诚宴，希望大家到场见证一下。傅总，傅总，再说2句吧，傅总。这个畜生！奶奶，奶奶不气，不气。奶奶，你安心养病。投诚宴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守住傅家的产业，摧毁外域侵夺龙国经济的阴谋。奶奶相信你。哎，知道这里什么地方吗？没有请柬你敢往里闯，还不赶紧滚蛋！龙川大酒店是傅总的产业，傅总和夫人想来就来，你们还敢拦？傅总、夫人，现在谁不知道傅氏的掌权人可是傅二爷？你们一个弱智和一个招摇撞骗的神婆，现在可是连我们都不如的下等人了。再不滚，我们就要动手了！关他住，少跟他废话。关他住，少跟他废话。小九，上。走吧，走吧。各位，说到底啊，龙国还是没有外域先进发达。等我代替了傅清泽，当上了龙国商会会长的位置，我会带领各位商业翘楚一起投靠外域，大家有钱一起挣，一起发财嘛！你放屁！谁呀？什么情况？我龙国泱泱大国，物产丰富，经济富裕，又在傅总的带领下与兴国签订盟约，如今在世界诸国的地位也是数1数2，何须投靠外域，区弹丸之地？就是，你要当叛国贼是你的事，别拿在场的叔叔阿姨们当傻子。没错，龙国泱泱大国，何须投靠外域，区弹丸之地？是啊，说的对啊，是啊，对啊，就是啊。诸位，我肯定不会把诸位当成傻子呀。都是我们龙国的商业精英啊！哎，不过说起现场这个傻子嘛，倒真的是有一位啊，那就是我的好大侄傅清泽。傅总那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商业天才，就是他带领傅家还有龙国商业更上一层楼的。
他怎么可能是傻子呢？就是啊，怎么可能呢？副总不可能是傻子，都不相信是吧？来，证明给你们看看。我的好大臣儿，想不想吃糖啊？谢谢。想吃糖很简单的，趴地上给二叔我学个狗叫2声，让在场的诸位和傅家的列祖列宗看看你是怎么带领傅氏和龙国的商业更上一层楼的。难道这副总真的是傻子吗？不会吧？不可能啊！这副总怎么会变成这样？昔日的天之骄子，如今为了一颗糖，竟然给人当狗，还真是可喜可叹啊！不是要当狗吗？怎么还不叫？难道是糖还不够吗？叫啊！哎，躲在女人身后是怎么回事？来呀，出来呀，叫2声来！小九，得令。既然这么喜欢学狗叫，干脆就狗一辈子吧。当一辈子。诸位龙国的商业精英都看到了吗？这么个给人当狗的东西，根本无法替代清泽的位置。他当不了龙国商会的会长，更无权代替龙国商会向外域投诚。今日之事，大家就当个笑话，散了吧。傅成业就算不是龙国商会会长，无权领导商会精英，但他毕竟也是傅家的二爷，他有权代表你们傅家。哼，傅家的列祖列宗，你们都看见了吗？这个给人当狗的东西，老祖宗要是愿意认，就吱一声；要是不出声，我们就默认。老祖宗不愿意认这个狗东西，那他可就被逐出家族。没声？好，我宣布，傅成业被逐出傅家，从此他无权在任何场合代替傅家发表任何言论。好。傅成业是傅家二爷，傅清泽的亲二叔，就连傅家家主傅清泽都没说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儿把风举子？左卫门阁下有所不知，傅成业早在很久之前就被傅老太逐出家门，最近不知道是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又打着傅家的名号在外兴风作浪。我今天不过是把之前的消息再公布一遍罢了。我看你是想趁着现在傅清泽变成了傻子，然后把唯一能掌控傅家的傅成业再扫地出门，带着你的乖儿子侵占傅家家产啊！首先，傅家是傅清泽父亲打下的，父亲去世，傅清泽就是唯一继承人，所以傅家是傅清泽的，跟傅成业毫无关系。好，除非现在傅清泽亲口说，否则你的话我们不信。是啊，也不能听这女人一念之词就把千叶家产交出去了。父亲过世的时候亲口说过的，他要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我。这个遗嘱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其次，凤小九是傅清泽的亲生儿子，清泽出世，小九就是唯一继承人，傅家理应交由我们母子打理，任何人都无权智慧。没错。所以傅成业对外域投诚的行为纯属他的个人行为，跟傅家无关，跟龙国更无关。既然你们这么看重这个狗东西，那就把它带走吧。没用的东西！我代表龙川傅氏集团龙国商业协会在此宣布，龙国傅氏将不遗余力地抵制外域，侵夺龙国产业。好，来人，把外域的人和他们的狗请出去。本想给你们留条活路，没想到天堂有路你不走，你就无门闯进来，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老妈，这是什么？是灭杀阵，只要布阵者起杀心，不出半个时辰，阵法内的所有人都会化成齑粉。卑鄙的外域小人，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反对者活着走出去。还算你有点见识。只要你们发誓臣服于外域，便将全部身家奉献给外域帝国，我就饶你们一命。否则，老妈，他们都是龙国商业的支柱，要是他们都投靠了外域，那龙国岂不是要完了？这件事情性命攸关，我们无权替他们做决定。要是他们真的叛离龙国，那便是天要亡我龙国。龙国儿女铁骨铮铮，绝不做叛国贼。龙国产业不能交给外域，我与龙国商业共存亡。大家自寻死路，找死！再问你们最后一次，投不投靠外域帝国？休想！都给我去死吧！若有忠臣大义之辈，不该隐没于此。我以民族大祭司之命起誓，今日定会护尔等周全。王凤，小九，姐姐在干什么？以身挡阵，老妈是要用她的命保护在场所有人的命。小九，我只能撑半个时辰，你快护送大家离开。好，大家快从那里走！快走！想走没门儿！想走？姐姐，一起走！姐姐还要再等一会儿，你先出去等姐姐。小九，带你爸走。一起走！姐姐，姐姐，你怎么回来了？会死的。要死，一起死！老爸，都怪小九，要不是我非要拖着老妈不回灵族，老爸老妈都不会死。没事吧，范林？我们回家。老爸，老妈。小九，没事了。老爸老妈，你们活着真是太好了。是你外婆的护身神石救了我们，回头我们得去你外婆墓前好好谢谢她。老妈，我刚才看到藤田月子和左卫门从那里跑出去了，他们应该是被阵法反噬了。先回家再说。走吧。等一下，你真的不能留下来吗？你劫数已过，以后会万事顺遂，我也该回灵族履行我的职责了。对于抹除你的记忆，擅自生下小九这件事，我很抱歉，你就当没发生过吧。
我不会逼你留下来的，只求你回去之后不要忘了我。好。他就这么头也不回的走了。唉，老妈这个性子我最懂了，她是不敢回头，她怕她回头了就走不了了。小九，这是冰田的专属手机，老爹教过你怎么用的。它有唯一且专属的通信卫星为你服务，就算你们在地心里也能联系上我。你回去以后一定要经常跟我联系，让我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放心吧，老爸，我一定会天天给你发老妈的动态的。好了，老爸，我要去追老妈了，老爸再见。老妈，等等我！恭迎大祭司圣子回归！平身。老妈怀妹妹了，速来定位处。凤梨，小九，这么快？难不成老爸是一路跟着我们来的？这就是大祭司选中的男人？这太瘦了吧！就他这样的，我能打10个。他拿什么保护大祭司？我是打不过你们，但是我很有钱的。我在山下的龙国是首富，就是最有钱的那个。我可以给你们大祭司最好的生活，还可以雇好多保镖保护他。钱，我们大祭司有的是。而且我们肯定比你的保镖能打。老爸有很多我们没有的法器，这个是游戏，这个是动画片。厉害了，这么稀奇的物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能拥有啊！我这就安排，给咱们族人每一个人都送上一个。这么珍贵的法器，我们每人一个，不愧是大祭司看上的男人，你真有种！喂，听说我们大祭司已经有2胎了呀，不如你们今天就把这个婚事给办了吧？啊？那大祭司的工作怎么办？放心，大祭司我来当，谁要是不听话，我能打10个。你说什么？我要篡位！好你个臭小子，胆儿肥了你！赶紧，现在就带老妈去办婚礼。你们干嘛？啊？别过来啊！老爸老妈，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凤梨，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마치 구름 위를 나르는 듯해 꿈속에 언젠가처럼